就是拿到这种类型的英雄的时候，他还是不会去，大家就有时候真的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，就是你要觉得他拿个凯也要疯狂吃钱，第一吃不到，第二他就算让给你，你吃的也慢。对他也不会去吃，没那个能力，我让你吃你吃得下去吗？来吧，双方的第3局，杨戬和空儿。TTG 用过的班调，这把不搬海诺了，毕竟哈库德用过了。鲁班大师，狼队的班位跟上把没有变化，这样就看 TTG 要用哪一套了。真香组合用过了，然后红叶最多情，一舞佐利亚用，少思源还在，先抢公孙离。那这个少思源看狼队要不要拆，亦或者是他等一手就用这手来抗的，但对面还没选。但是这样就不一定敢选。他就是让你有点难选少思源。对，他就是有点逼掉你的少思源的那个味道。那这样9星可能大概率要用苏丽来打了。太乙已经用过了，没人能在喵的暴躁沈节奏梦溪里战胜本猫。庄周也不敢拿。你不能预判嘛。是的，庄周不能拿。太乙没了，但这手没拿苏烈的话，后面班位肯定会被ban掉。优先级给了青青，也能理解。你的存在甚至无法让我认真。那狼队我在想，狼队这手可以做得更绝一点。点对，怎么说？他直接来一手海月。哦，好熟啊，对吧？点对点定防，一捏一打。他选择了击降了，也成吧。海月没了，先搬了对，然后搬了个凯。苏烈肯定占个班位。苏烈没了，这把张飞好像也还行，张飞还行，张飞还行，可能需要前排，对，要不然就是嘉欣这边选一个能去吃张良捏的，需要能拆的英雄。TTG 搬了圆塔，然后张飞搬了，搬圆塔，他搬的是那种能进，就关羽进场能被盯的。控制比较多，但他是认为阿古朵会算是个预判吧？是，还是把王昭君给处理掉了。像张良能配的有爆发的，小乔用过了，干将莫邪、安琪拉都可以考虑，但是安琪拉跟干将莫邪，因为对面有公孙离，不是那么怕。对，我是比较好奇 TTG 这手游走会拿什么？看对面射手吧。如果狼队的射手是一个站桩射手，没有位移的话，是个艾琳，就可以考虑用廉颇硬顶撑坦度。狼队还是选安琪拉，再把风萧英雄藏一手。是的，看看情况。那就看9星这边拿什么了。反正他打野位跟游走一定要出一个能吃张良捏的，有开团能力的。梦琪，难道要软辅？硬辅好像就一个廉颇能上去吃。软辅远程带拆火的墨子，但是有阿古堵，对，能挡他的炮。还是廉颇，双前排这样，把前排质量顶上来。这2手都有开团。都能吃张良的恩，是的。这样狼队的阵容就可以考虑一下。不过这个站桩射手真难活。守约，守约还行，感觉守约真还行。拖到大后期还有说法。对，能点得动，也能自保，也能放视野。你感觉拿站桩射没什么搞头，而且你还要一个能打得动这几个人的英雄。无奈神巫大哈转向了。这个应该是临场的，我觉得。是临场的，对，没有什么太好用的。不可能是提前的。但这么玩就比较吃中原府节奏了呀。阿古朵不是一个能在赛场上好翻盘的射手，就他翻盘能力很一般，且他的定位是一个抗压射。对。他的补伤害能力，顺风局很强，逆风就不好打。他这个属于是看了一眼整个 TTG 的阵容，我估计的对话可能是这样的。就是风萧用啥？小胖问风萧你能不能用阿古毒？我觉得这把大司命挺好打的。风萧说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这把大司命环境确实挺好的。对，除了怕一手公孙离，其他人都不怕。没什么怕的。他说你能不能阿古毒？风萧可以吧？然后啪一个大司命锁出来。
因为他这个怎么看都不像是提前准备好的。但如果是这种临时的角色，那这把小胖必须得 C。对，那这把你靠风萧来 C 太难他了。从来不缺乏自信啊，就是你这么选，那这把局就是交给你来 C 的。对，你要是 C 不了，那就是你那的就下一把问题了，那就没办法，那只能下一把见了。只能下一把了。对，这把反正左边前排很多啊，这哈古朵一时半会儿处理不了。是的，右边就不是一个打前排很强的阵容，就你肯定打不了，这个就属于那种压着你打的那种对，阵容。这把有进攻压力了。这大司命得骑在脸上打。小胖的大司命胜场场均10分钟经济啊，在这个7640排在同英雄的第1位，很高。10分钟的对位经济差能够达到1445，就这么说，他的这个分均经济要拉到784。作为一个其实还是算弹野的英雄来讲，他也就只有这个大司命能拉到这么高的经济。等会儿我们看一下中期他的分均经济能拉到多少。他的这个英雄确实比较有说法，就是他玩到大司命的时候吧，大家应该也都比较熟，他还真是能干不少事儿。你给到他钱，他只要不脱节的话，他包括他的这个团战伤害占比也要达到26.5%，也是同位置的第1名。但从前2把的对局强度来看的话，他能碾压 TTG 吗？不知道啊，但是你选出来，你只有这样才能赢啊，对吧？来吧，双方的第3局比赛，蓝色方广州 TTG，红色方重庆狼队，红色方2比0，手握3个赛点。我还很期待小胖这把的出装，就是你不知道他会，不能是红刀，不能，红刀滚雪球更快，不太可能。这阵容拿右红刀刀拖起来就乏力了。这阵容红刀谁站前边？确实没有办法打开局，只能是右刀。红刀也要打压迫感，但是红刀确实前面没人，没容错。对，来看张良，直接在偷了，因为 TTG 换线了。是的。就是他的这个大司命是什么打法？大家非常简单的说一下，就是他的大司命胜场场均要反15只野怪，然后打26.5%的伤害占比，全部是排在同位置的第1的。这边安琪拉在留人，对，因为大司命在赶过来要打，大司命跟张良都过来了。2技能没减速到，这样9星的连坡是直接被逼闪了。而嘉兴这个梦奇的话可能会死，被砸了一下，吃了个火球没吃满，但是1血还是被拿到，直接斩压住位置。小胖有个细节啊，他没有升野刀，直接出了个2级鞋子，赶过来提速，他把钱用在刀刃上。是的，这波就是要留你。哦，先吃小野，再乘机拿下。这个小胖现在应该是无比舒爽，但这个节奏他不能断。对，他就玩大司命断了就结束，他大司命就是这种风格。挤一波走，然后再刷自己的蓝野区。其实就 TTG 前也很知道，现在整个组谁不知道他们这个打法？等下连坡是没闪的，对面是知道的，已经没位移了，那死了呀！原地喷，跟过来，哎，差一点，拆不掉，火球直接砸死，但里面紫幻血量也不太好，闪现拉开，3个残血啊！这 TTG 难受了。对，季小满摸会儿鱼，血量回上来了。另一边小胖过来协防一下，直接逼了个闪，那赫兹可能要死。有红 buff， 那死了。大招做2技能减速，挂上直接斩掉。好顺的大。是的，回头还能吃1个兵，虽然没吃到这一波兵线，然后再吃野怪，红 buff 一吃，中路还有线，起飞。太，就这个路线舒服的不行。从对面的红区刷上来拿1血，再回去收对面的 buff， 然后再去自己的蓝 buff， 然后刷完1圈之后上去再收1个，收完之后吃个兵，吃一波红野区，再吃中线。等于说他野区吃全的同时，每一波还都有击杀。对。哦，下路的话一打要杀了，跟上风萧，哇，这个多点开花了，是的，多点开花了。他想吃兵线，但是梦奇清线清太慢了，他在那晃的过程当中被风萧白白打了很多的血。开始了，再控一个蓝 buff， 那嘉欣崩了呀。对，等会儿我们大概到5、6分钟的时候，完了我们导播老师看能不能给我们看一下小胖的分均经济是多少。场均15个反野不是开玩笑的，他优势，他的大司命一旦优势就是这样，就是疯狂进野区，然后顶在正面一个人压着好几个打。风萧这把的抗压是，他做到了一争，就是嘴哥说的那样，1打2我还能杀一个。是的，顶级抗压是，就是你不是说抗压，只是在线上不死。这把狼队所有人都很顺啊，真梦幻开局。这画面来看一下，前5分反野个数反出了562块钱。
4分钟，相当夸张，相当夸张。他应该是反了3个 buff， 一组山豪，还有一个赤甲。对，对，经济差1600，这才4分钟啊！这个经济差是再反，梦琪完全顶不住的。开始了，正方级。但下路小雪找机会有这些单抓住风箱，也单吃。而另一边小胖把等等，不叫闪要死，这边要包小胖吧，能包住吗？小胖一个人分割了战场，另一边廉颇开的还不错，但是原地反捏伤害跟上。关羽倒了，是的，那这样大司命还是有点难杀。这个位置不好说到底谁分割了谁。就是 TDG 的开团看起来是把小胖孤立在野区了，但是这个大司命的经济你拿他没办法。对，小雪那边输出拉玛也点不死他。是的，但小雪这波确实是算是给 TDG 小小的指了一点血，找到了一点希望嘛。他目前的这个大方向的局势还是掌握在狼队手中，而且是牢牢的掌握。看一下，沙古朵过来交了一波技能，然后公孙选择了回闪，突如其来的回闪，这个回闪确实是风萧想不到的。风萧大意了，没想到，因为那公孙连闪估计都快消失了。是的，很极限，这里拍，侧面一刀劈完，原地2技能控一下，然后配合张良的大招原地反喷，然后小胖这个时候也去兜出来。医生很拎得清啊，他只捏有威胁的，对吧？你廉颇放完技能没事儿，你没伤害，只有控制，对，我直接去打你的关羽。子桓这装备，大叔也是不同寻常的路子。下路1打3，能守住塔吗？队友能协防过来，这个塔能守。又要进，不停的进。这个红想控死，因为控死的话，公孙离对于大司命的威胁就小很多。他就是想逼 TDG 激活他。但这波轻轻的位置太好了。TDG 不中招，我不打你，打你浪费时间。关羽侧面推过来，被秒断了一下，然后9星被激活带走。正面感觉伤害还是有点不够，小胖再往前面顶，侧面调了一下位置，但是被2连击破。不过这个大司命还在脸上输出啊，解决不掉大司命啊。是的。这波团 TDG 已经打得非常好了，但是最终结果是一个2换2。TDG 已经对狼队很有研究了，就是因为看了无数次他们这个打法，你如果真的打这个大司命，你就上当了。所以 TDG 的选择是先不管你大司命，去开你其他后面的人，先杀好杀的。是的，但杀完之后没有余力去处理他，这大司命就立在中间。这是赛训组啊，很放松。记得 SK 看上一盘的时候，他的表情还是非常的凝重的，这一盘就轻松了不少。是的，但9哲还是面无表情，还比较沉得住气。这盘有机会翻，拖一拖的话，把容错率拖起来，防装拖起来。因为狼队这套阵容需要比较快速的去把比赛终结掉。哇，他的分局经济差不多是857。7分钟6000。857。下路想留一个，而且现在有血手，就是能扛能打。但是这波安琪拉跟不上啊，廉颇反开了。关羽位置也非常好，这一下第一时间没能够推回去，反顶一手，大司命原地一个反做。而正面子焕有点受不了，但是风萧已经抓住了青青，再回头，大司命一个人拦住了3个。子焕配合队友，再拿下嘉欣的击杀。TDG 是真的知道这么被一直滚会被滚死，他是然后疯狂的想找机会，对，真的敢打啊。但是就是摁不住。我觉得他打的前提是你得先保住红 buff， 先让公孙拿了红，然后再去组织一些主动的进攻。刚才这波是狼队想要提前打个吊点，但是医生那个位置太靠前了，队友跟不上输出，被廉颇反打了。没错，但是8分钟不到1分42，意味着将近有1/4的时间住在对面的野区。是的，他因为1级就进对面野区了嘛。这把对位进差已经差3000了，857。比他的正常上场10分钟经济还要多了将近100的分局经济啊！这种时候 TDG 这是吃撑了，压力实在是太大。对啊，他领先了嘉欣3000多。是的，就是这个装备的大司命还带着血手，他马上要做不祥。
他往 TTG 这帮选手面前一站，你确实是没法动弹。只有公孙离能处理他，但是光森林其实也这个费劲儿，阶段也费劲儿。他也处理不掉。是的，因为他马上护甲也出来了，你现在又做不出破晓，而且他一直控你红 buff，你带不了红，粘不住。你带不了红，粘不住，没有破晓的情况下，他手里还有个血手，其实会很麻烦。这个阶段的大司命堪称无解，是的，除非关羽把他顶塔下，利用防御塔击杀。很困难。但这个过程，我感觉关羽都扛不住大司命。对，这也是他们一直在反红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只要把公孙离的红摁死，基本上小胖就是无敌的。就先来就是10分钟出不出事情了，感觉比较难，除非就是惩不到。啊，那种情况，你这13级打11级，惩击伤害都多200。而且有个张良在，而且理论上来讲，狼队应该不会让 TTG 有过来拼惩的机会，这个经济优势。大招过来想抢的时候，张良直接给摁停就好了呀。对。除非是那种 TTG 低拔的那种情况，优势10分钟不想让对面换龙，你说你然后打散了，你跟他拖后期嘛，感觉又比较困难，感觉就是等到那些关键装备出来的时候，还真得打。闪现留人，摁住，打一套，侧面小雪上来点小胖，点不动，点了几下，嘉欣没了。梦琪太脆了，是的，太穷了，这样他只有一个红莲，打也死了，好像没有别的可能了。是的。就是他现在在先补魔抗，没办法，不然子焕喷他太痛了，他架不住其他人打他也很。TTG 这张位不准备放啊，拼一下。大司命状态并不是很好，他需要大招回一口。想拼整，但是大司命此时还没大。小胖手里有血手，这个龙稳稳拿下。难搞。10分钟，临近11分钟的时候，已经滚出了6、7千的总经济差。对，9000了，这个大司命，打野刀要升上来了。啊，他这一套还可以。破晓，一件关键装备，小雪，缺个红，红真拿不着。守不住野区。是的，他想单点破局，但狼队抱得很紧，就直接一个人进去反，背后站了个队友协防，其他3个人去看主宰。而且主要是这日风萧补位之后，他有他爽的地方。这把本来线上打了就好，现在没有压力，再加上队友顺了，是的，整个顺风局的阿古他的输出是很强的，而且他装备也好啊。他这个装备一会儿遭殃的就是像嘉欣啊这些扛不住。嘉欣现在真的站不住，5200的梦琪，满质量，还好他有质量，还好有质量，真的，不然估计扛2秒到底。廉颇的话，如果打团前战役值攒满，还有个20的免伤，这个是他们逆风情况下唯一的有可能活下来的理由。是的。小胖最后一招要做啥？末世，有可能，应该是末世。对面前排比较多，打到后边。暗影之镜扑过来，公孙离现在点大司命是有伤害的，是掉血了，但是始终还是拿不到红 buff， 是个挺无解的事情。又是一套喷，梦琪顶不住，他也被喷死。正面廉颇上来直接被捏住，关羽调位置，但是有血手，保了一命，已经应对的很不错了。这个经济差能守住这座高地，确实是可以了。嘉欣吃了一套拉走，然后9星让你吃了张良一个大4血拉走，因为关羽上去拆了。是的，然后关羽拆完之后还回推了一下小胖，但是这边小胖当时有血魔，太肥了，拉走。其实这波团已经应对的很好。再拖一拖，如果能拖到左边有个45000经济，往16、17分钟打，他的前排质量全起来了。一张嘴就是1万块钱，你这要，我寻思你这拖个1、2招，一张嘴就是要多1万经济啊。因为左边的前排他拿不到钱了，现在的钱全部给的是有输出的人。对，蹦琪这个只能慢慢的蹭。
看能不能把装备补齐，补一件保命装，苍穹啊或血魔。这真的已经挺厉害的了。这种经济差，哦，镜头给到了项羽。这种经济差，2条龙，没把高地打下来，那 TTG 就有希望啊！已经应对的非常漂亮了。你大司命马上神装了，包括阿古果这英雄也快神装了。是的，也是嗅到了一丝不是那么安稳的气息哈。哎，张良摁住被拆了了，，动手，反开，连打2个波拍的还不错，配合到小血，瞬间反杀，但是小胖依旧在正面处理着，有点处理不了，跟了个兵甲拉开距离，没有倒，大司命顶在前面再做，配合风萧的输出，红 buff 碾死，你怎么处理啊？再斩，2连击破，兵线压上来，这就是小胖啊！别管你怎么说我就是自信。你给我选英雄，你把钱给我，我吃饱了，我带你飞，兵线送你来。重庆狼队压进水晶，主场捍卫胜利，3-0，恭喜重庆狼队！还是厉害，极具。